你知道鳄鱼究竟有多凶猛吗？你觉得狮子跟老虎真的是鳄鱼的对手吗？鳄鱼作为地表咬合力最强的动物，它的真实战斗力其实一点都不逊色于狮虎。你知道吗？它是迄今为止现存最古老的原始生物。鳄鱼最早是与2亿多年前的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在大量的繁衍。它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在今天的视频里，黑土找出了地球上战斗力最强的10种鳄鱼，与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鳄鱼。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排名第10的非洲侏儒鳄，所以不要以为鳄鱼只会出现在地面，有时候树上也可能会有它们的身影。还有就是这种鳄鱼通常都是单独行动，一般情况下都是独自一个。好，排名第9，古巴鳄。古巴鳄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古巴帕萨塔沼泽的一种中型鳄鱼，它的体长在2米以上，体重160斤。目前发现最大体型的古巴鳄体长可达 3.5 米，它们主要栖息在淡水沼泽与湿地之内，主要也是靠捕食鱼类为食。古巴鳄生性凶猛好斗，它可能要比其他的大型鳄鱼更加危险。古巴鳄作为一种爬行动物，却有着多数爬行动物都不具备的特殊技能——跳跃。它可以将整个身体跃出水面来捕食树枝上的动物或者鸟类。除了这些，它的奔跑速度也很快。在陆地上，古巴鳄可以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快速奔跑。强悍的行动能力让古巴鳄可以选择的食物种类大大地扩大了许多。它不但可以猎杀水中的动物，同样也可以猎杀陆地上的动物。一般情况下，陆地上的动物只要距离古巴鳄不超过10米的范围，古巴鳄很大几率都可以成功猎杀它们。一般被古巴鳄盯上的猎物几乎都毫无生还的可能。它虽然体型不大，但是它一口咬下去就可以咬碎海龟的龟壳，咬合力相当强悍。如果换成人类，被它咬一下基本上就是咬哪哪碎，它轻易的就可以撕碎我们的骨骼，特别危险。好，排名第8，马来鳄。它的全称应该叫马来长吻鳄。鳄鱼我们都知道，有的鳄鱼嘴巴就比较长，有的就比较短，短的被称为短吻鳄，长的也就附属上长吻鳄。像马来鳄这种就被称为马来长吻鳄。它的体型偏大，体长4到5米，体重可达400斤以上。马来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嘴巴，看上去细长细长的。它们分布在马来西亚，在我们国家的岭南一带，也就是广东、广西那边，曾经也出现过马来鳄，不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这种长嘴鳄鱼性情十分凶猛狡猾，它们潜伏在泥潭、沼泽、湖泊以及河流中，特别是水流缓慢的河中，越是安静的河流区域，越是它们的理想栖息地。据观察发现，马来鳄并不是以鱼类为主食的鳄鱼，它们的食谱很广，人们在它的胃里发现有猴子、鹿、野猪、狗、鸟、蛇等等很多动物的尸体。除了这些，还有石子跟树叶，而且是普遍性的。由此可见，这个家伙的危险程度。如果在野外遇到这个体长5米的大家伙，即便是个成年壮汉，估计也很难逃脱马来鳄的大嘴之下。好，排名第7，沼泽鳄。在国外，这个大家伙被称为劫匪鳄鱼，单听名字就知道它绝对是一个狠角色。沼泽鳄分布于印度、巴基斯坦跟伊朗，它们的体长可达5米，体重400斤以上，属于一种中大型鳄鱼。这种鳄鱼的尾巴非常强劲有力，它可以用尾巴轻松地将一个200斤的壮汉撂倒在地。在它的活动范围内，它同老虎与亚洲狮同属于顶级掠食者。在老虎与沼泽鳄的打斗中，很难判断它们俩究竟谁占上风。如果在水里，沼泽鳄的胜算大；如果在陆地，老虎的胜算更大，各有所长。不过一般情况下，谁也不去招惹谁，因为他们各自都清楚对方的实力都很强。对了，还有一点就是，这种鳄鱼在伊朗被列为极危物种，发现捕杀这种鳄鱼的将会被处于1亿伊朗币的罚款。好，排名第6，美洲短吻鳄。它与美洲虎一样，都是美洲的顶级掠食者。美洲短吻鳄的体长最大可达 4.5 米，体重可达500斤以上。这个家伙的体长没有沼泽鳄长，但是体型要比沼泽鳄大。美洲短吻鳄是个凶猛的掠食者，在它们的活动范围内，除了人类，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它们大多数都生活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美洲短吻鳄是个不挑食的捕食者，基本上只要它们能抓到的猎物都会吃掉。一些体型较大的短吻鳄有时候也会捕杀陆地上的牛和鹿，甚至是体型中等的熊，都有可能成为美洲短吻鳄的猎物。导致它们这么强悍的原因，无疑就是它那高达 1.3 吨的咬合力。大多数的动物一旦被美洲短吻鳄一口咬上去，几乎都会当场丧命。多数情况下都是动物在河边喝水的时候，突然遭到短吻鳄袭击头部才丧命的。几乎没有任何陆生动物的头部可以经得住 1.3 吨的咬合力，更何况一旦被它咬到，它还会来个死亡翻滚，那家伙非常凶猛。
好，排名第5，恒河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之一，平均体长在4到5米左右，最大可达6米，体重可达500斤以上。它们主要分布于印度，特别是恒河。恒河鳄的头部看上去与马来鳄有些相似，都是比较细长。由于其锋利的牙齿和狭长的鼻子，在水中游动起来几乎没有阻力。这些长嘴非常有利于捕鱼，而且捕鱼效率很高，鱼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每天在太阳温度高的时候，它们就会趴在水里为身体降温。等到好，排名第4，黑凯门鳄。黑凯门鳄是短吻鳄科最大的物种，它的体长可达 5.5 米，体重最大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生活在危机四伏的亚马逊流域，同样，它们也是亚马逊流域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几乎可以捕食任何在其范围内发现的陆生动物与河岸动物。像一些大型猎物，有小凯门鳄、鹿、野猪，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蛇森蚺，都有可能成为黑凯门鳄的猎物。它们的进食方式则是整个吞下。对于一些体型较大的猎物，无法一口吃掉的，黑凯门鳄就会对其进行威力巨大的死亡翻滚，把肉从猎物的身上撕扯下来，再慢慢的吃掉。在整个亚马逊雨林，除了美洲豹有时候会去找黑凯门鳄的麻烦，绝大多数的动物都不是黑凯门鳄的对手。还有就是美洲豹猎杀的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的黑凯门鳄，如果是真正成年的黑凯门鳄，美洲豹是无法将其猎杀的。不仅如此，有时候美洲豹反而会被成年黑凯门鳄反杀。在整个亚马逊流域，黑凯门鳄绝对称得上是这里的霸主。好，排名第3，奥里诺克鳄鱼。这是一种大型的淡水鳄鱼，它们主要分布于南美洲哥伦比亚境内的奥里诺克河下游。奥里诺克鳄又名哥伦比亚鳄，它是西半球最大的鳄鱼，体长最大超过了5米。这种鳄鱼是一种极度濒危的鳄鱼，由于早期人类的过量捕杀，导致它的数量非常的少。在奥里诺克河，它属于顶级掠食者。据观测发现，它们会捕食凯门鳄等一些体型较大的猎物。由于其数量极度濒危，人们可以观测到它们的机会非常的少。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大型鳄鱼的战斗力绝对非常强悍，它们的寿命也很长，可以达到70到80年。好，排名第2，尼罗鳄。它是非洲最大的爬行动物，同样也是非洲最大的鳄鱼。尼罗鳄的平均长度为 3.7 米，最大体长可达6米以上，个别体重超过了2000斤。在非洲，只要是去河边喝水的动物都有可能成为尼罗鳄的食物，其中包括年幼的河马与大象，像一些羚羊、斑马、水牛更不在话下。任何动物一旦踏入尼罗鳄的地界，都有可能被它捕杀。当然，这也包括非洲草原的霸主狮子。一般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非洲狮与尼罗鳄很少会发生打斗的现象，因为双方都清楚对方的实力，除非到了食物短缺的时候，他们两者才会发生冲突。两者的战斗力不相上下，各有各的优势。尼罗鳄的咬合力在1吨以上，在非洲，像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斑马，甚至是幼年的大象，尼罗鳄都可以直接一口咬断这些大型猎物的骨骼，非常凶猛。除了在水中，即便是在陆地上，尼罗鳄的战斗力依然非常强悍。它们可以拖着重达1吨以上的身体，以每小时最快35公里的速度奔跑。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会死于尼罗鳄的口中的根本原因。它们攻击人类的主要原因都是出于自卫。在非洲，尼罗鳄经常会遭到人类的大量捕杀，目的就是为了它们身上的鳄鱼皮。在捕杀的过程中，避免不了遭到一些成年的大型鳄鱼攻击。一旦遭到它们的袭击，多数情况下对人类都是致命的。对了，还有一点没说，尼罗鳄作为冷血动物，性格必然十分凶残，但是它们却对一种叫做牙签鸟的小鸟非常友好。这种鸟经常会在尼罗鳄的身上找虫子吃，有时候甚至会进到尼罗鳄的嘴里，帮鳄鱼吃掉嘴里的水蛭。尼罗鳄也从来不会伤害它们。除了这些，这种牙签鸟还异常的敏锐，它们可以提前发现鳄鱼感觉不到的危险信号。一旦发现有危险的情况，这种鸟就会快速拍打翅膀来提醒尼罗鳄有危险。尼罗鳄接到牙签鸟的通知后，就会立即沉入水底，避免遭到攻击。两者相处得非常和睦。其实冷血动物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事物都冷血。好，排名第1，湾鳄。湾鳄也叫咸水鳄，它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名字，叫食人鳄。它是所有鳄鱼种类中体型最大的，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没有之一。雄性湾鳄成年后体长可达到7米以上，体重最高可达2吨。这个大家伙从2亿多年前就生存在地球上，一直到现在，它的外表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想当年，它可是和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动物。湾鳄的性情非常凶猛，领地意识极强，它可以横跨1000多公里在水里游走，耐力也非常的出色。它们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以及印度、缅甸、越南，活动范围也非常广泛。和大多数的鳄鱼种类一样，湾鳄也是一个不挑食的掠食者。黑土说它不挑食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告诉各位领导，只要是能吃的东西，这个家伙几乎都会吃。
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会讨厌我们人类。湾鳄食人事件层出不穷，最大的一次就是发生在1945年的兰里岛。在二战期间，日军被英国人包围，无奈撤退到沼泽地的红树林里过夜。殊不知那里是上万条湾鳄的栖息地，仅仅一个晚上，400多名日军几乎都命丧湾鳄的口中。这次事件当然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有些人认为这400多人可能不是死于鳄鱼的口中，而是另有原因，但是多数人则选择相信是遭到了湾鳄的袭击，因为他们确实踏进了上万条湾鳄的栖息地，即便他们手中有武器，也无法阻挡成千上万条大型湾鳄的袭击。由此可见，这些大家伙的战斗力可谓相当强悍。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吗？在浩瀚的宇宙中，很有可能有着同地球一样的星球存在，上面可能也会有水、有大气，甚至也可能会有生命。从2009年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射升空至今，它已经观测了大量的行星，其中有不少行星与地球有着相似之处。我们把这些星球称之为类地行星，也就是类似于地球的行星。这些星球上究竟有什么？人类在未来究竟有没有可能实现星际移民？今天黑兔找出了目前人类已经发现的最像地球的10个行星，带各位领导一起飞向太空，认识一下这些超级地球。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开普勒 438b， 它于2015年1月6日被人类发现，它的体积与我们的地球差不多，直径比地球长 12%， 它位于天琴座，距离地球大约470光年。据观测发现，在这座星球上，地表有 70% 的可能为岩石组成，而且很有可能存在液态水。开普勒 438b 围绕着一颗名为开普勒438的红矮星运行，这颗红矮星就类似于我们的太阳，为开普勒 438b 的地表带来阳光。但是这颗红矮星的表面温度并没有我们的太阳温度高，它总体的质量都要比太阳的质量低将近1半，也就是说这颗星球上的温度跟亮度可能要比地球低很多。开普勒 438b 每35天零5个小时绕它的母星转一圈，我们的地球是每365天绕太阳转一圈，也就是说开普勒 438b 的一年就是35天零5个小时。对了，还有就是科学家在后来的研究发现，其所在的恒星，也就是这里的太阳，与我们的太阳大不相同。开普勒 438b 的太阳每隔几百天就会爆发一次超级耀斑，这种耀斑辐射很强，杀伤力极大，威力能够使地球上的生命灭绝，因此应该不存在有生命存在的可能。好，第9个，比邻星 B。 它的名字之所以被称之为比邻星 B， 是因为它的恒星比邻星是距离太阳系最近的一颗行星，是我们的邻居。注意，比邻星与比邻星 B 的关系就好比我们的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它距离我们的地球约 4.2 光年，对比上面距离我们470光年的开普勒 438b 来说，比邻星 B 距离我们已经相当近了。这颗行星同样可能拥有液态水与岩石地表，而且也处于宜居带。比邻星 B 与它的太阳距离仅有700多万公里，生活在这颗星球上，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太阳，并且在这个大太阳的旁边还会有2个看上去较小的太阳，也就是说在这里天空会有3个太阳。不过完全不用担心我们会被太阳烤熟，因为在这里没有昼夜交替，同样也没有季节变换，一面永远是炎热，另一面永远是冰冷的夜晚，而我们则可以生活在冰火之间的宜居地带，前提是这里的大气层要足够浓厚。对了，还有就是比邻星 B 每 11.2 天绕它的太阳转一圈，如果按照地球的纪年方式，这里11天就是1年。好，排名第8，开普勒 186f。 一听到又是开普勒，相信有些领导可能会有些混乱，怎么这么多开普勒？这些行星之所以有很多都以开普勒开头，是因为它们都是由一个名为开普勒的太空望远镜发现的，所以名字都是以开普勒开头，后面用代码区分。好，这个开普勒 186f 的大小与地球非常接近，整体只比地球大约 10%， 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约500光年，它环绕其恒星的一圈是地球的130天，同样处于其恒星的宜居带。据观测，它可能也是由岩石组成，应该也会有液态水存在。整体来看，它与地球的相似度非常接近，可惜的是它的母恒星，也就是它的太阳，并没有我们的太阳这么强壮，它的太阳要比我们的太阳更小，温度更低，亮度也很暗，因此这颗整体非常接近地球的行星，地表温度应该会很低。在开普勒 186f 的表面，它的太阳在正午时的亮度仅仅与我们地球在日落前大约1个小时看到的太阳一样亮，因此这颗星球接受的辐射量要低于地球。
虽然温度低，但是从整体来看，不排除出现生命的可能性。对了，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它与其恒星的距离比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更近，因此它的自转速度可能比地球慢得多，它的一天可能是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好，排名第7，开普勒 62F， 它被科学家认为是适合生命生存的星球，被列为宜居带候选者。开普勒 62F 是一颗系外行星，据观测发现，它位于宜居带，它的表面由岩石组成，部分表面被海洋覆盖，但是由于它距离恒星最远，因此它很有可能是一颗完全被冰覆盖的行星。经过研究人员的模拟研究后，发现其大气厚度范围比地球厚12倍，足以阻挡其恒星对地表的有害辐射，大气范围也与地球相同，这里很有可能与地球有着相似的季节和气候。它绕其母星转一圈的时间是地球的267天，一年就是267天，有水，有陆地，有大气，还有季节变换，这无疑是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遗憾的是，它距离地球约1200光年，对人类来说仍是遥不可及，遥远的距离也限制住了人类对它更深入的探索，以至于开普勒 62F 上究竟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生命，至今我们仍不得而知。好，排名第6，格利泽 667cc，听它的名字就知道它不是由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的。没错，它是2011年由欧洲的一台名为 HARPS 的高精度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这颗行星与地球的相似度高达 85%， 它距离我们22光年，位于天蝎座。这里的一年只有4个星期，上面的温度适宜，对地球生物来说不太冷也不太热，而且满足液态水的存在。这颗星球同上面的比邻星 B 一样，一面永远是白天，另一面永远是黑夜。还有就是，如果身处这颗星球上，我们的体重会增加。如果在地球上你的体重是150斤，那么在这里就会变成240斤，整整比地球重了 1.6 倍。这上面究竟有没有演化出生命，人类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了那里的环境，谁也不知道。所有的数据都是推测出来的，我们能够亲眼看到的只有它的外表。好，排名第5，开普勒 62E，它距离我们大约1200光年，同样处于其恒星的宜居带。对于寻找类地行星的科学家们来说，开普勒 62E 的发现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它的大小与地球相近，空中有非常多的云层，这里的温度与环境都是温暖潮湿的。由于云层遮挡，科学家们还不敢确定云层的下面究竟是陆地还是水。后来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开普勒 62E 可能大部分被水覆盖，很有可能是一个庞大的水世界。这意味着如果云层的下面如果都是水，那就极有可能出现生物，而且在这里可能潜伏着相当先进的水生生物。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的一些猜想。开普勒 62E 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关注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颗星球上存在水的几率要比其他的一些类地行星要大得多。同样，它可能出现生命的几率也要比其他的类地行星大，至少在我们人类的认知中，水就是生命之源。好，排名第4，开普勒 442b。这颗行星于2015年被发现，它距离地球约1115光年，与地球的相似度高达 83%， 它的半径为地球的 1.34 倍，上面有液态水和大气，而且很有可能是一颗具有固体表面的岩石行星，平衡温度为0°C，没有四季变化。如果这颗星球上的岩石成分与地球相似，那么它的地表引力会比地球强 30%， 我们走在上面会感觉非常的吃力。还有就是它的自转速度比地球要慢得多，在这里一天的时间会很长，有可能长达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整体来看，开普勒 442b 同样拥有诞生生命的良好条件。难以想象，假如这些星球上真的有生命存在，它们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子？各位领导开放脑洞想象一下。我记得之前看过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人类脑海中能想象到的各种大型生物甚至恐怖的东西可能都是存在的，即便不存在，那一定也会有类似的东西引导我们的大脑，因为人类的潜意识里根本不会出现世界上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好，排名第3，格利泽 518G， 它被一个名为史蒂芬沃特的天文学家认为是100%存在生命的星球。他坚信在这个距离我们约20光年的星球上存在生命。格利泽 518G 于2010年9月被人类发现，它位于距地球20光年的天秤座，它的质量是地球的3到4倍。科学家们从它的质量分析可以确定它是一颗岩石行星，也就是说是有陆地的。它围绕着红矮星格利泽518运行，运行周期是37天，表面的平均温度可能在0°C到0°C31之间，地心引力接近地球或稍高于地球，极有可能存在液态水和大气。这里不会有日落和日出，一面长期受日照，非常炎热，另一面则永远处在黑暗之中，极为严寒。在两者之间的中心地带，或许可以找到适宜生命生存的宜居地带。
这颗星球可以说满足了生命诞生的大部分条件，然而唯一不能确定的就是格里泽518纪上是否有大气的存在，因此人们也无从得知其大气的结构。如果这里的大气符合标准，那么在这颗星球上是极有可能同地球一样有生命存在的。好，第二个，开普勒 452b， 它被科学家们称为地球的表亲。开普勒 452b 的直径比地球大 60%， 其表面的重力几乎是地球的2倍。它围绕着天鹅座的一颗类似于我们的太阳的系外行星运转，它的公转周期为每年385天，我们地球是365天，它与地球的公转周期非常接近。据科学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颗超级地球很有可能有着陆地跟海洋，它的表面与我们地球一样被很多云层覆盖，按理说应该是有大气层的。最重要的是开普勒 452b 的位置，它的位置在其母恒星的宜居带，就等同于我们的地球处于太阳系的宜居带一样。总的来看，它与地球的相似度很高，而且确实拥有生命诞生的必要条件。由于它距离我们太远，科学家们还不能对它进行更深的研究，以至于这个星球上究竟有没有生命存在还不得而知。对了，还有就是它的距离，它距离我们的地球大约1400光年。如果用当前人类最快的航天器新视野号探测器以每小时55000多公里的速度飞往开普勒 452b， 大约需要2500多年的时间才能抵达。如果未来人类冷冻技术可以实现，想要去往这个超级地球也不是没有可能。好，排名第一，火星。黑土之所以把火星列到第一位，是因为以目前人类的技术来看，火星是人类最有可能实现星际移民的地方了。虽然它的条件并没有以上的那些好，但是它是人类绝对可以抵达的星球。不但如此，火星的一天与地球的一天非常接近，而且四季分明，只是季节长度约为地球的2倍。火星的运行轨道和地球的一样，而且它还拥有2颗天然的卫星。从目前人类对火星的探测，已经观测到火星上有类似地下水涌出的现象，而且两极存在大量的水冰，大气层也以二氧化碳为主，既稀薄又寒冷。如果人类可以把地球植物的种子放在火星上，并且可以使其成功的生长，在一定意义上，或许我们就真的拥有了属于人类的第2个家园。更何况火星距离地球的最近距离仅仅为5500万公里，对比以上那些动不动就距离我们多少光年的行星来说，火星无疑是人类实现星际移民的最佳选择。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真的实现了火星移民，各位领导打算去那里做点什么营生？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战斗力最强悍的豹子吗？你知道狮子跟老虎，却忽略了世界上第3大猫科动物豹子。由于狮虎的战斗力过于出色，才导致位列第3名的豹子经常被忽略。其实抛开体型优势，豹子的战斗力一点都不逊色于狮虎。今天黑土找出了世界上战斗力最强悍的10种豹子，其中有些豹子的品种非常罕见，地球上90%的人这一生可能都不能亲眼看到它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排名第10，云豹。云豹是豹亚科体型最小的，它的大型非常强悍，特别是云豹的犬齿。云豹的犬齿是所有猫科动物中长度比例排名第1的，它的犬齿非常锋利，而且含有明显的血槽，看上去与已经灭绝的剑齿虎有些相似。也正是因为如此，也有人将它们称为小剑齿虎。云豹的栖息地也特别的广，它们主要分布于亚洲的东南部，在我们国家秦岭以南都有。好，排名第9，斯里兰卡豹。它是豹下属中体型最小的。与云豹不同的是，云豹虽然比它还小，但是云豹是云豹属，而斯里兰卡豹属于豹属。斯里兰卡豹的体型也就比云豹稍微大那么一点，它的体长 1.2 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斯里兰卡豹的栖息环境比较广，从平原到海拔3600米的高山都有分布，主要活动在山地森林、荒漠草原。它们通常都是夜间活动，直到天亮之后才会巢穴休息。它虽然是豹属中体型最小的一个，但是丝毫不会影响到它凶猛的性情。斯里兰卡豹的猎物主要是以山羊、狍子、鹿、野兔跟猴子为食，有时候也会去猎杀水牛，不过多数情况下它都会遭到水牛的虐待，毕竟体型不大，想要成功猎杀水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好，排名第8，猎豹。猎豹想必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了，它是陆生动物奔跑速度最快的，同样它可能也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反正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奔跑速度能超过猎豹的动物存在。成年猎豹的体长最大可达 1.5 米，体重100斤以上，
肩高更是将近1米，高速奔跑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捕获到猎物后，猎豹需要数十分钟的时间来恢复体力。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有其他的掠食者前来抢食，猎豹多数情况下只能将猎物拱手让人，因为此时它的体力不足，没有足够的战斗力与其他掠食者抗衡。如果不乖乖的把猎物让出去，自己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猎物。还有就是猎豹的尖爪是比较钝的，不像其他猫科动物那样尖锐，这是因为它每次高速奔跑的时候需要利用爪子牢牢地抠紧地面，为身体提供牵引力，防止打滑。久而久之，原本该是尖锐的利爪经过长期的磨损，渐渐的就失去了原有的杀伤力。也就是说，猎豹的战斗力对比其他的豹子并不是那么出色。不过还请各位领导放心，即便猎豹的战斗力再不行，秒杀我们人类那也是分分钟的事。好，排名第7，黑豹。黑豹又称墨豹，在中国古代人们称它为玄豹。黑豹其实并不是独立的物种，它们是一种基因变异繁衍出的一种黑化的豹子。这种豹子极其罕见，大多数都分布在马来西亚南部的热带雨林中。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还有缅甸跟泰国，有时也会出现它们的身影。黑豹的体型中等，体长1米以上，体重达110斤以上。据动物学家分析，这种黑化的豹子捕猎成功率要比普通的斑点豹子更高，特别是夜间，它们大多数都选择在夜间捕猎。黑色的皮毛在夜晚就像是穿了一身夜行衣一样，能够让黑豹更好地隐藏自己。它们非常沉稳且谨慎，在夜晚，它们悄悄地穿梭在茂密的丛林中寻找猎物。猎物一旦靠近它们，黑豹就会迅速冲上去，利用前爪抓住猎物，然后用它有力的下颚死死地咬住猎物的脖子，从而杀死猎物，非常的凶猛。好，排名第6，雪豹。毋庸置疑，雪豹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一个物种，它强悍的战斗力一度登上了雪山之王的称号。雪豹的体长 1.3 米，体重可达110斤以上，它们活动在高原地区，一般都栖息在海拔1000到6000米的高山上。海拔高度随着季节的不同，雪豹的栖息地也在随时变换。雪豹找不到可猎杀的猎物，就会跑到山下猎杀人类饲养的家禽。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吃的食物，它们有时候也会选择吃植物。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它吃植物就忽略掉了它的战斗力。在网上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雪豹的视频，看上去它们温顺可爱，好像对人类很友好，但是真正的野生雪豹是非常凶猛的，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它们的危险程度。要知道，雪豹的生存环境是非常荒凉的，动植物稀缺，贫瘠的环境下的动物通常都是具有攻击性的，因为它们如果性格温顺，就根本无法在那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好，排名第5，远东豹。远东豹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东北豹。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东北虎的身上，的猎物抓到树上去，因为每次它们吃不完的猎物就会将剩下的食物吐到树上，悬挂在树杈或树枝上。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拖延了食物的变质时间，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被其他的动物吃掉。如果身在野外有幸碰到了远东豹，先不要过于沮丧，因为你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能够亲眼见到它们的人。当然，想要跟它们零距离接触，可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好，排名第4，花豹。花豹的种类有很多，其中就包括排名第5的远东豹。远东豹也是属于花豹的一种。我们经常提到的花豹，主要就是以非洲的花豹为主。非洲花豹的头体长度可达 1.8 米，体重将近200斤。它们的栖息地也特别广泛，从山地森林到草原甚至沙漠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最具代表性的花豹可能就是非洲豹了，它们的适应能力极强，战斗力也非常的出色。在非洲至少有90多种动物都是花豹的猎物。花豹的饮食非常广泛，从小型猎物到比它体型大2倍甚至3倍的动物都有可能成为花豹的食物。花豹的捕猎手段比较独特，它们不像猎豹那样猛不过1分钟，而花豹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等到猎物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可以短时间内迅速爆发出很快的速度，将猎物扑倒在地，后期爆发力特别强。在非洲，除了狮子跟猎狗，花豹几乎没有天敌。好，排名第3，波斯豹。波斯豹也叫高加索豹，它是众多豹亚种中体型最大的一个。波斯豹的体长可达 2.4 米，体重超过了200斤。它们主要分布于伊朗、高加索、土耳其跟阿富汗等地区。它的食物与其他豹类差不多，都是以一些羚羊和黄山羊为主，偶尔也会攻击牲畜与人类，性情异常凶猛。最突出的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极强，波斯豹一跃可达6米高，水平向前可达12米远。当然，它的战斗力也非常强悍。身为豹亚种中体型最大的一个，除了美洲豹，可能就属波斯豹最凶猛。好，排名第2，黑美洲豹。黑美洲豹与咱们上面说的黑豹不同，它要比上面的黑豹强悍得多。黑美洲豹是美洲豹的一个变种，
它其实就是美洲豹。这个家伙的自身属性与美洲豹一样，攻击力与咬合力也是异常强悍。从外表看上去，黑色的美洲豹要比普通美洲豹要凶猛得多。之所以把它列为第2，是因为它的罕见程度。黑美洲豹的数量仅占美洲豹种群的6%，非常的稀缺。在美国，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这种罕见的黑豹，制定了很严厉的规定，一旦涉及到黑豹的皮毛，不管是不是猎杀，都会遭到罚款，最高可达10万美元，严重的可能导致监禁。好，排名第1，捷豹。捷豹就是美洲豹，也叫美洲虎，毋庸置疑，它是现存第3大猫科动物，也是咬合力最强的猫科动物。美洲豹的体重可达300斤，体长1.8米，咬合力高达1100多斤。美洲豹除了身上的花纹像豹子，它的体型与性格更接近于老虎。这个家伙脸宽头大，肌肉丰满，身体肥厚，抛开身上的花色，更像是一只老虎。也就是因此，西方人才称它为美洲虎。美洲豹活动在处处充满危机的亚马逊热带雨林，这里的丛林法则非常残酷，稍有不慎就会丧命。美洲豹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无疑是靠它强悍的战斗力。